玉。哟，这不是将军夫人吗？怎么，狄将军没同你一起回来呀？我家将军有公务在身，可能要晚一会儿等。我看黎将军压根就没想来吧。回门之日，夫君不随，你就算嫁给将军，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嘛。再过得不怎么样，我也是正室，生出的孩子也是嫡出，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。你说对吗，谢姨娘？我家姚初嫁了人，果真是不一样啊。今日既然将军不来，那就是我们自个儿的家宴呢。姨娘特意为你准备了一道特殊的菜，进来尝尝吧。怎么，连家都不敢回了？希望那封信能送到李靖川手里。暖儿，将军呢？将军一早就去城外练兵了。那你就在家等着吧，等他回来，把这封信交给他。哦。姨娘为你准备的礼物，喜不喜欢？呢？鸡腿儿，鸡腿。姚初，你还没告诉我，这礼物你喜不喜欢啊？谢思雨，我娘为什么在这儿？回门日，你娘当然在这儿。谢思雨，你敢这么对我娘？你不怕我杀你第二个吗？若不是黎靖川回来，新婚之夜便是你的忌日。如今夫家不喜，娘家无缘，只有这么个失心疯的娘，你还敢与我叫嚣？当这郡守府没人了是吗？时间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了？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这毒人，对我娘做了什么？好呀！我若是没有后手，岂能逼你就范？这是我弄来的奇药，不会伤人性命，只会让人奇痒无比，痛苦万分，死不了，也活不成。就算我如今孤立无援，我也是右国将军的夫人，你岂敢动我？我当然不会动你，我会让你自己动手。放开他！解药就在我这，我要是高兴了，我就把这解药给他。跪下！跪下！臭丫头，空有个将军夫人的名号，也敢吓唬我！来人，拿纸笔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写下认罪书，承认自己粗鄙无礼、目无尊长，甚至恶意伤人，不配做将军夫人。自愿削发为尼，与黎靖川和离。原来这爱母之心竟然也是装出来的，自己有了好的去处，竟不顾你娘的死。既然如此，那这解药，我姐，我姐，哎呀！枪！
将军，玉，今日是夫人的回门日，您不去吗？今日一早啊，沈府特意派人来将沈夫人接回去。毕竟夫人回门，你说沈夫人被接回去了？对啊。糟了，快走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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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沈瑶初，你快写啊！你多磨蹭一会儿，你娘就多受一份。老爷，爹，你回来了，爹！这么急将我叫回来，就是为了看这样一场闹剧吗？老爷，我爹，谢姨娘趁您不在，将我许给李府冥婚，现在又将母亲折磨成这样，爹，你救救母亲吧！老爷，妾身也是为咱们沈家着想。我都知道了。爹，解药就在他手里，母亲身子虚弱，真的受不了这样的折磨。他疯了，老爷，哎呀！老爷，他疯了！想必他如此疯癫，是随了大夫人。若是以后在李府疯癫，咱们可如何交代啊？不如今日把他留在这儿，对外宣称他突发奇病暴毙，咱们与李府也不会交恶。好。沈城，野狗都知道护家，你放任妾室，谋害亲女，将自己的亲骨肉弃之如敝履，你枉为人父！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是。你先下去等你娘，等我玩够了，我再把她送下去陪你。放开他！娘，李将军，娘，夫人，李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夫人的回门之日，我自然是要来的。可我不过晚来了一会儿，便看到我的夫人在自己娘家遭受如此折辱。娘，你不是说李将军不喜欢他吗？怎么会？哎，李将军虽是神府女婿，但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还望将军不要误会。要不就喝点茶。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沈大人，你如此对待发妻，虐待亲生女儿，这便是你们沈家的规矩吗？啊，不敢，还不赶紧把笼子打开！快点儿！娘，沈大人，我还在等你的解释呢。这是……我来说吧。谢姨娘送我去李府冥婚，本来是想卖李府一个人情，又可以打发掉我这个碍眼的长女。我说的对吗？老爷，我也是为了咱们沈家着想。自我妹妹失踪，你为我娘喝下神志不清的药后，我们娘俩就被你关在后院。
你连一口饭都不肯给我们吃，像我一个孩童，趁家丁守备不严时上街讨要食物，让我用娘的嫁妆去换过冬棉衣。沈承安，你若不是瞎子，不是傻子，你就应该知道，我们母女俩过得连狗都不如。当今圣上人心爱民，沈大人如此对待妻女，当真是无善无德。这郡守之位，你还想做不想做？将军，沈某糊涂啊！沈某听信了这毒妇的话，还望将军看在姚初的份上，万万不要禀告圣上啊！那你先告诉我，这毒妇要如何处置？老爷，我为沈家守了20多年，还为你生下了云溪，你不能对我如此狠心。是啊，爹爹，你要罚就罚我吧，您别罚我娘。将谢氏赶出沈府，将二小姐关进后院，没我的命令，不得外出。老爷，我错了。等一下，这处罚是不是太轻了？夫人，你来说。你让我决定。谢氏作恶多端，搬弄是非，全怪他那张好嘴。你个小贱闭嘴！沈大人，将谢氏先掌嘴100。不要！徐山行刑，沈大人，你就监刑吧。老爷，别害怕，娘，别害怕。不要打我娘，别打我娘！李将军，沈瑶初，你放了我娘吧！沈瑶初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好了吧，可以让他离开了。不行，谢思雨，你做这些错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这些招数有一天会报应到自己身上？我不会杀你，我会把你加在我们母女身上的痛苦，一样一样还给你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没事吧？娘，还不赶紧把你娘带走！慢点，娘。姚初啊，既然你已经出气了，那你跟将军就留在府上用个午膳。沈承安，从今往后，我们母女是生是死，与你们沈府再无关系。将军，请问我的母亲为何会在那儿？您的人到底保护了谁？夫人，是这样的，今日沈府来人说，是因为您回门，所以要将沈夫人接回去。可手底下的兄弟不知这其中弯绕，所以便让他们把沈夫人接走了。此事与将军无关，还望夫人不要因此误会了将军。这终究是我的疏忽，你恼我也是应该的。要不还是把你母亲接来李府吧，你也能时时陪着她。
算了，李府人心复杂，我也不放心母亲在哪儿。但今日还是要感谢将军，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可能我就要死在谢姨娘手上。你我毕竟是夫妻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不是看了那封信去的？信？什么信？你不是看了信，那你为什么会去呢？徐生跟我说你母亲被人接走了，我怕事有蹊跷，便赶回来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不如我们先回府，你母亲也需要休息。好。姚初，姚初，夫人，你回来了。那封信呢？奴婢一直没等到将军回来，怕耽误了事，刚刚看到徐副将，就将信交给了他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我在军中遇刺一事，还有谁知道？除了咱们自己几个弟兄之外，无人知晓，而且绝对不会外传。那她一个深闺女子是如何得知的？什么？莫非夫人与这刺杀一事？难怪她会以为我是看了信才会去找她的，原来是她吃准了我会对这信中的内容感兴趣。当真是小瞧她了。是。将军看过那封信了？我遇刺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猜？是啊，这些天我一直在好奇一件事情。将军放出假死的消息，暗中回京，又隐瞒身份来沈家接亲，这一切不太合理。如果说是为了迷惑外敌的话，那么将军此刻应该在他国，可是将军回了京城，那就证明凶手就在京城当中。而且旁人或许不知，但因为我与将军有过几次亲密接触，你身上有一丝药味。他身上怎么会有药的味道？你胆子很大，就不怕我把你当成共犯一刀杀了？把我当成共犯，你也只会审问我，不会杀我。我死了，你可就没线索了。知道太多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蠢人知道太多自然不是什么好事，可我不是蠢人，我能帮你。你帮我？对啊，将军回到府中，想必是猜到了凶手就是身边之人。我又在这后宅之中，与将军夫妻同心，我来做你的眼线，不是很好吗？眼线？你连我都算计，我又怎敢相信你？将军也不值得人信赖。那既然如此，我的事也无需你插手。动不动就受伤，转过去。干什么？你的伤在后背，自己够不到，我来帮你。不必了。我将眼睛蒙上不看你，总可以了吧？你有本事夫妻，我怕你做什么？你一个女子，真的没命的时候，谁还会管这些？还
还疼吗？马鞭打在人身上，怎么会不疼呢？我是问其他的那些，还疼吗？将军征战沙场，受的那些伤，还疼吗？伤疤已愈，痛有刻骨。可是这些伤，早晚都会痊愈的，对吗？将军，医生。是啊，别生。姚初身上还有伤，将军今夜先回书房歇歇。好，那就祝夫人的伤早日痊愈。雨熙，解药，给我解药！谁要出把解药藏起来了，也得把我关起来了，我找不到娘。废物！娘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等过段时间，你爹消气了，我恢复了容貌，我再去求他，你爹肯定能原谅我的。娘，那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？杀了他！娘，我给你带。不是我杀的，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杀了你！大哥，今日怎么如此有兴致陪我来观音安祈福啊？闲来无事，出来逛逛。怎么没叫嫂嫂一起啊？你怎么知道她不在？站住！是嫂嫂的声音，沈元熙，你给我站住！嫂嫂，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你先放开我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沈云熙，他杀了我娘！我没有，不是我！大哥救我！大哥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样样不如我，就因为生在正室的肚子里，而我只能做个庶女。你们母女凭什么记在我头上？如今我娘被你害得人不人鬼不鬼，沈瑶初，你也别想好过！大哥，
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原来是这样。什么原来是这样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原来是这样？你说话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。你什么意思？沈月清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真的是我杀了你？那是谁？你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沈月清，你说话，你不能死！你说话，起来！你说话！夫人只是有些伤寒，其余并无大碍，不至于到现在还醒不过来呀。有劳张御医了。啊，将军客气，老夫这就下去给夫人开方子。洛儿，送一下。是。你醒了？你说我为什么还活着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算计这么多，为的就是保住我娘的命。早知道会是今天这样，当初我就该随着你的衣冠一起下葬。或许那样，我娘还能活着。那你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我娘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不过是想找到妹妹之后，和我娘一起过平凡的日子。为什么这都不可以？为什么我要和新姨娘争？为什么我不可以乖乖的听话？现在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？姚楚，你得活下去，不是作为谁的女儿、谁的妻子，而是作为一把刀，一把劈向这世间所有不公的刀。你必须要活下去，你还要为你娘报仇呢。我已经派人去检查尸首了，凶手未必是沈云溪。我母亲她是怎么死的？仵作已经验明，你母亲是先中了毒，再被人一刀割喉。什么毒？番泻毒，这种毒产自西域。我已经派人去沈云溪的住处查了，没有找到。杀害你娘的，可能另有其人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将军，我势单力薄，没有任何依靠，只有我这一条命。如果将军你能帮我查明我母亲死因，我这条命就是将军的。
娘，川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娘，你快走！娘，你快走！娘，爹不喜欢你来见我，你快走！娘，他们都说你快要死了，你不能死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娘，娘听我，娘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，在这侯府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，一定要活得有出息，不然娘死都不会瞑目的。娘，将军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我娘生前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找到我妹妹沈云阁，还请将军帮我找找她。你还有个妹妹？是啊，可她尚在襁褓中时，就被谢思雨卖给了人牙子，至今杳无音讯。她左边肩膀上还有一块胎记呢，花瓣形的。我娘给她刻了这块玉佩，跟她的胎记是一样形状的，只是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。好，我帮你找。多谢将军。此事当真？妾身刚刚派人打听来的，不仅那沈氏的母亲被杀，三妹妹也因此受了伤。这沈家，如今丢人可丢大发了。如此门第之人，当真是上不得台面。老夫人说的是。可是如今看来，静川倒是对他多有维护。是妾身未得将军欢心，妾身一定努力。罢了，男人情欲上头之时，多半都成了瞎子。但这后宅，还不是我们女人的天下。是。静川再过些时日要因公外出，将军又要离府。我最近也乏了，顾不上这些琐事，就将管家之权交于你，你也历练历练。真的吗？妾身多谢老夫人，妾身一定不辜负老夫人的信任。那妾身准备准备。是。蠢货！姨娘，老夫人见都不肯见您一眼，却对着秦姨娘青睐有加，这是何道理啊？如今我既讨不得将军的欢心，又得不到老夫人的欢心，在这偌大的侯府里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熬啊？你吞的是什么东西？谁死了？谁死了？你干什么？告诉我，是谁娘出死了？还是他娘死了？谁死了？放开我！谁死了？你们终究是斗不过我。你没死，那死的是
是你娘。沈瑶初，你把我害成这个鬼样子，也没能保住你娘。你输了，就算是有大将军护着你，你也斗不过我。番蝎毒是你给沈云溪的？什么番蝎毒？云溪，云溪在哪？云溪在哪？啊，你娘是中毒死的，你找我来要解药。你告诉我云溪在哪儿，我就把解药给你。不是你？什么不是我？就是我，是我杀了他，跟云溪没关系，是我杀了他。你当年把我妹妹送去哪儿了？你妹妹？你要找你妹妹啊？当年我把她送进安昌馆了，你猜猜她现在会是什么样？沈瑶初，你现在恭恭敬敬地把我接回府去，做我一声母亲大人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丫头在哪，如何？你别走！你别走！你告诉我，云溪在哪儿？对了，沈云溪刺杀郡守夫人，劫持侯府三小姐，被当场射杀。不可能！夫人，您身子还没好，就上床歇着吧。无妨。夫人，奴婢听说孙妈妈先前跪废了腿，老夫人念在她伺候多年，给了她些盘缠送出了府，可谁知在路上遇到了山匪，死在了路上。起心动念皆是因，当下所受皆是果。从前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如今我也要他们尝尝身不由己的滋味。将军，我有军务在身，明日要离家几日。番蝎毒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多谢将军。将军，我伺候你休息吧。不用，我不希望你委身求全，我对这样的关系也不感兴趣。我帮你，自有我的道理。我不觉得委屈，我本就是你的妻子。况且我觉得将军说的对，从今往后，我该为自己而活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我要做当家主母。哪儿？哪儿？夫人，这药哪儿来的？伙房下人煎的。怎么了，夫人？一碗草根水，还加了番泻叶。夫人身体还没有恢复，他们怎么敢这样？我这就去找他们。奴婢们来给夫人送银钱和炭火。等等，正妻份例每月20两，怎么到我们夫人这里只有10两？奴婢也是按照齐姨娘的吩咐发放的。那这煤炭呢？按规矩，我们夫人房里应该是最上等的银骨炭，怎么能用灶台上用的黑炭呢？
况且这还不到1斤，都不够烧1日的。夫人啊，现在府里只有黑炭，而且今年刚烧炭的时候，自然分的少了。夫人若是不满意，就找秦姨娘，奴婢们也是按照吩咐办事。哦，对了，夫人，知道外边冷，就别坐外边。哼，你们给我站住！回来。夫人，这齐娘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他们分明就是想把夫人身体给拖垮。做得越过分越好，会咬人的狗不叫。姨娘，算好了吗？每个月就10两银子，咱们院子就算每天都喝粥吃咸菜，1个月要10两多，再加上胭脂水粉、日常香烛，每个月10两银子哪里够嘛？秦姨娘管教后克扣的也太过分了，您好歹是个姨娘，怎能受如此委屈？且说呢，听说夫人那里也不好过，能在这浩宅之中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。那也不能以后只吃馒头咸菜啊。将军也不在家，要不您去找老夫人说说呢？老夫人连我的面都不见，我如何能说得上话？小茹，我嫁妆里有些名贵的胭脂水粉，你都拿去当了吧。姨娘，咱们何至于此，拿您的嫁妆？是啊，妹妹何至于此？夫人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实不相瞒，来了有一会儿了。啊？那我刚刚说的岂不是都被你给听到了？别着急，坐下说。我还是不做了吧。妹妹算术不错，我在娘家的时候常帮我爹看账本，就算这些，小事一桩。那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也是帮你自己。你要我做什么？今儿个不是府上发月钱的日子，你怎么有空这么早来请安了？妾身新想到个法子，在下人里选出几个管事的，把底下人的钱都交给他们发放。如此一来，不光效率大大提高，日常管理起来也方便了许多。这事儿交于你办理，我果然是没有选错人呢。老夫人说这话，未免有些太早了吧？沈氏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夫人，我知道老夫人让我管家，你心有不满，但你也不能这样跟老夫人说话呀。秦姨娘，你还是先看过这些，再为自己伸冤吧。嫂嫂，他们怎么了？张军，上月初9将红袖楼女官带回府中，次日午时才出宫。昨日又酗酒撞碎一盆铁树。孙宝儿，上月13打碎偏院琉璃瓶后，找人沾拼，以次充好。唐小婉，克扣各院银谷炭份礼，偷偷卖到城北集市。夫人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其实这些事情稍加留心就会发现。本来我以为秦姨娘是打算秋后算账的，没想到这些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，反而得到了晋升。老夫人，这些事妾身并不知情，若是知道他们犯了错，妾身定不会应允的。是吗？那这阴阳账簿也是下人搞的鬼了。拿过来给我看看。秦姨娘执掌钟馗以后，便为府里的下人都涨了月钱。根据账簿记载，李府上下每月月钱是116两，便是月钱最少的棍夫，每月也有1两。可我问过他们，他们到手的
只有3000。老夫人，小人本月的确只发了3000，本以为是小人做错了事，可夫人在询问之后才得知，原来是被人克扣了。请老夫人严惩他们，替小人讨回公道。老夫人明察，奴婢的确偷过府上的东西，可从未克扣过月钱啊。小的也没有，小的是按照秦姨娘给的分账发放的，分毫不差呀。照你们这么说，李府本身存银1700余两，现在账面上剩的不到700两，不是你们做的，那1000两现银是被谁挪用？还能有谁啊？你故意提拔犯错的人当管事的，不就是为了让他们为你所用吗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李府家规，公款私用者，逐府入牢。还请老夫人明鉴。老夫人明鉴，可以去我房中随意勘察。若是我真的私吞了这1000两，房中定会有证据的。哼。姐姐，还是您明智，不然我们就让这秦姨娘给坑惨了。她小人得志，错漏百出，自然是好查的。不过，也亏得妹妹你算得一手好账，不然咱们也没那么容易解决这件事儿。姐姐过奖了，不过老夫人却毫无处罚，莫非是想就此接过？那被私吞的1000两还没有找到，也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就是秦姨娘私吞的。我还得想想办法。唉，这秦姨娘表面看着柔柔弱弱的，没想到心这般黑。以她的脾气，我觉得此事没那么容易结果。夫人，好像是秦姨娘。你装成我的样子。回我床上躺着，不是我回来不许出来。夫人，您这是要跟上去，这是不是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儿的。你赶紧去吧。夫人，去。是回去了啊。早点休息吧。小美人儿，别跑呀，你就乖乖从了我吧。那儿不是有床吗？嚯，还是美人儿会玩啊！我来了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连个女人都控制不住，废物！谁知道这女人如此凶悍？我头破了，你得给我加钱。
我可以给你加钱，但是你得再帮我演一出戏。